昭义，拔得头筹的人怎么可能不是你？你打小就是投壶圣手，投壶从未有过失误，怎么可能6箭只中1箭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好你个宋昭义，竟看不上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殿下为何不信茵茵多亏？是不愿娶茵茵吗？既如此，茵茵愿将这太子妃之位让与姐姐。太子妃之位是你凭本事挣来的，姑方才只是没想到你还藏着如此本领，一时惊喜过头。昭义，你可是闻名全京城的投壶圣手，今日怎会失误？启禀皇后娘娘，今日是臣女托大了。臣女逆了普通头法，便想试着6箭齐发，却忘了前几日随父亲学习骑射时控缰不稳，扭伤了手腕。今日投壶时突然旧伤复发，使不上力，这才失了准头。但臣女也没想到妹妹投壶的技艺竟也这般高超，妹妹能入东宫，父亲想必也是高兴的。什么？你竟还有旧伤？来人，传太医！你父亲可是大昭的功臣，本宫可不能让你被这毛病拖累一辈子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宋小姐腕骨曾有错位，筋脉受损，平日无碍，可一旦发力过猛，便会使不上力。若想痊愈，还需好好调理。既是因为你有伤在身才输掉比赛，那这场比赛便有失公正，做不得数。不若等你伤势痊愈，再加试一场，如何？殿下，茵茵还是将太子妃之位让与姐姐吧。茵茵只是一介庶女，身份低微，茵茵只怕能常伴殿下身边，哪怕只能做妾，茵茵也愿意。有姑在，你何须委曲求全？母后，此举不妥。参赛贵女众多，您怎能因她宋昭义一人推翻整个比赛的结果？若下次另有他人受伤落败，结果岂不是又不作数？如此以往，儿臣要何时能娶到太子妃？殿下说的在理，宋姑娘今日发挥失准，若因此重开一局，恐怕于宴上诸位也不公平。太子妃之位关乎礼制与体面，若连一场比试都让众人心中存疑，日后恐难服众。投壶置究看的是当场本事，并非看一时情面。他们心中门清，比赛已经输了，但宋兰英只是一介庶女，让她做太子妃，他们有大把的法子把她拉下来自己上位。但若是让我这个嫡女做了太子妃，那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谢娘娘好意，但家事一场，恐不能服众。不论原因为何，输了就是输了，臣女愿赌服输。母后，您在比试前便允了太子妃之位为彩头，现下反悔，您要叫外人怎样看皇室？况且，儿臣本就与茵茵两情相悦，还请母后成全。往后，还请殿下怜惜妾身。文官之首丞相的嫡子已经站在太子这边，若能娶了武官之首定远侯的嫡女，那他的太子之位便坚不可摧了。可他偏偏被一个庶女迷了心事，你当真要娶这个庶女做太子妃？母后，茵茵就是儿臣的命，她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儿臣能选。这太子妃的位置，儿臣只认她。儿臣谢母后成全。姑知道你对姑一往情深，也知道你们姐妹俩感情好，不好叫你们分开。大婚那日，你便随茵一同入府，做个平妻吧。本宫觉得太子这番提议不错，既全了你们的姐妹情谊，又弥补了你今日未能夺魁的遗憾。往后啊，茵茵只管貌美如花，你只管打理东宫家宅事务，后院少些争斗，本宫也能省心些。本宫可代太子承诺，日后他荣登大宝，入主东宫之人一定是你。昭义，你意下如何？姐姐爱慕殿下多年，如今终于得了入东宫的机会，心中定是愿意的。哼，能入东宫是她的福气，她难道还敢拒绝不成？虽是平妻，但茵茵才是堂堂正正的太子妃，婚礼的规格不能越过茵茵，一抬小轿抬进侧门便是。茵茵，且和姑说说你想要个怎样的婚礼，姑都满足你。可是姐姐才是定远侯嫡女，
这样爹娘会不高兴的。他们敢，今后你便是太子妃，身后有姑，断不可再委屈自己，成全他人。请娘娘恕罪，臣女族中有训，不可二女同侍一夫。若娘娘执意让臣女入东宫，臣女便只有以死明志了。快拦住他！哎呦，你这孩子怎的这般较真儿？你不愿，本宫还能强逼你入东宫不成？罢了，回去歇着吧，别再做傻事了。你爹娘还在家等着你呢。谢皇后娘娘体恤，臣女告退。选一个庶女做太子妃有什么用？不仅得不到定远侯的兵权，还会让太子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太子怎的就偏偏在这时候糊涂？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拒绝宋昭义意味着什么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对平妻一事心存怨言，可我连中6箭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殿下又真心待我，我实在不忍看他为难。姐姐，茵茵求你了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放手！等日后入了东宫，你想怎样，茵茵都毫无怨言。便是掌家之权，茵茵也愿让与姐姐。你跪他做什么？你是姑的太子妃，今后只有他跪你的份儿。宋昭义，姑与茵茵青梅竹马，姑愿让你以平妻的身份入东宫，已是看在他的面子上了。你别得寸进尺，今后你也休要在茵茵面前摆什么嫡女的架子，否则姑不介意换个人来做这平妻。还有，茵茵毕竟是以太子妃的身份嫁入东宫的，你作为姐姐，也该为她添一份妆。姑听说你手中有一套白玉凤凰头面，便将这套头面送给茵茵吧，就当是赔罪。拿着区区一个妾室的位面威胁我，还妄想图谋我的头面。殿下可是忘了一件事，臣女可从未答应这平妻之位。全京城都知道你心悦姑，你不嫁姑，还能嫁谁？姐姐，你是不是不想为我添妆，才故意这么说的？可殿下也是为了定远侯府好啊。我虽只是一个庶女，但我嫁的是东宫啊。若让人看见我的嫁妆这般寒酸，指不定怎么在背后笑侯府呢。父亲这般疼爱姐姐，姐姐怎能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，将侯府置于此等不义的地步？你若有茵茵一半懂事，姑也不至于觉得将你纳进东宫都是抬举你。宋昭义，姑给你的台阶也已经够多了，你若再不识好歹，姑就只能收回这平妻之位了。头面我不会给，平妻我也不会嫁。妹妹知道的，庶女出嫁就是这个规格，莫说是嫁太子，你便是嫁给皇上，也是这个规格。我没有。够了，阿义，别闹脾气了。你是定远侯嫡女，不差这一套头面，便是给茵茵了又何妨？她明明知道头面对我意味着什么。昭义，宋姑娘已昏睡3日，能不能熬过去，还要看今夜。这是你舍命救哀家得来的，你收着。往后若有人敢轻慢你，哀家替你做主。昭义妹妹，
往后你只管安心，有姑在，没人能再叫你受委屈。可现在他却要我将这份保障拱手让人，他想都不要想。不可能！你既如此不识好歹，姑也不必再顾念你的颜面。姑不会替你安排回府的车驾，你便自己从这条公道走出宫去吧。他故意不走，是在等我妥协。皇上宽厚，想必不会忍心看臣女带伤步行出宫。臣女这便去御书房求见，请皇上另赐一辆车驾送臣女回府。若让父皇知道姑公然逼他带伤步行出宫，必会追究此事。他方才明明还在哭，怎会突然如此决绝？宋昭义，姑方才不过是一时气话，与你开个玩笑，何至于为这种小事惊动父皇？定远侯府的车驾本就在宫门外候着，你照常乘坐便是。姑与茵茵自会另乘东宫车驾离开，不必你步行回府。母亲，茵茵无意与姐姐争些什么的，可殿下心悦茵茵，执意让茵儿来做这太子妃，茵茵不得不从。茵茵知道姐姐心里不痛快，可殿下也说了，会以平妻之礼迎姐姐入东宫。姐姐何必连一套头面都不舍得赠与茵茵添妆？姐姐身为定远侯嫡女，从不缺什么头面，那东西放在姐姐这儿也是积灰。母亲，茵茵只是一介庶女，往后便是做了太子妃，也是不敢在姐姐面前拿瞧的。便是长家之权，茵茵也从未肖想过。茵茵不过是占个名分，替姐姐挡一挡外头的闲话。母亲，茵茵求你替茵茵跟姐姐说说好话吧，那套头面就当是姐姐疼我，给我添个妆，日后我在东宫也好念着姐姐的好，不叫她被人欺负了去。母亲虽不知她要的究竟是什么头面，却最了解我的性子。我绝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小人，若是能送，定不会藏着。母亲也看得分明，宋兰英嘴上说着什么都不要，可字字句句都是对我的炫耀。母亲心里只怕也明白，她这些年竟是养虎为患了。你且去安心准备婚事，该你的头面嫁妆，定远侯府绝不会少了你的。茵茵就知道母亲待茵茵最好了。跪下！阿姨，你便是再心软，也不该故意输给宋兰英。她的身份，假如皇室都牵强，怎配做这太子妃？宋兰英不知道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侯府小姐。稳婆，你看清楚了，我的女儿后颈有一块胎记。老奴看清了，绝不会认错。侯爷虽然远在边关，老奴也一定替您照看好小小夫人。胎记呢？夫人，这孩子后颈没有胎记。不可能！我生产之后虽然虚弱，却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的女儿后颈一定有胎记。不要惊动任何人，暗中去查接生的稳婆，她接生之后去了哪里，家中还有什么人，一件都不要漏掉。老奴明白。夫人，稳婆当年行踪终于查到了。说清楚。属下查过稳婆旧邻，她替夫人接生时，也刚生下一个与大小姐同日出生的女儿。她离开侯府之后去了哪里？
稳婆一家为躲债迁到了城郊，夫妻已经先后病故，只留下一个2岁女童。孩子现在何处？有人在城郊破庙见过她，她独自在庙里，无人照料，只靠路人偶尔给些吃食。她的后颈生着一块十分明显的红色胎记。红色胎记。备车，快去，多带几个人，再把府里的大夫一并叫上。是。是你，你才是我的昭义。娘来迟了，娘竟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受了整整2年的苦。快请大夫备好干净衣物和温水，带昭义回家。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能再伤害我的女儿。夫人，府里原先养着的那个孩子该如何处置？她毕竟占了大小姐的身份整整2年，又是稳婆的亲生女儿，调换孩子是稳婆犯下的罪，与一个2岁的孩子无关。夫人的意思是留下她吧，从今以后她不再是侯府嫡女，只以庶女的身份养在府中，她该有的衣食不必苛待。可大小姐已经因为她受了这么多苦，昭义已经无家可归了2年，我不能再亲手让另一个孩子也无处可去。老奴明白，母亲这一念之仁，将宋兰英留在侯府一养便是10几年。父亲，女儿不能做太子妃。想必父亲已听说了今日之事。太子今日能为了宋兰英当众羞辱女儿，宋昭义，若女儿真做了这太子妃，他明日便会因此毒害女儿。便是定远侯府，也会被连累，不得善终。那你也不能因此违背祖训。你可还记得宋家的祖训是什么？女儿记得。宋氏祖训：宋家女不可2女共侍一夫，宋家嫡女永不为妾。所以，女儿不会入东宫为嫔妻。女儿已借宋氏祖训以死相逼，拒绝了皇后娘娘。阿义，兰英她要的是哪套图面？侯爷，侯爷，皇后娘娘身边的嬷嬷来了，说3日后在御花园举办选妃宴，请侯府各位小姐务必到场。选妃宴？太子妃都定了，还选什么妃？东宫此番逼迫，只怕是冲着为父的兵权来的。纵使糊弄过去了一场宴会，也会有下一场宴会找上来。你必须尽快定亲。他们的目标本就是我。姐姐站那么远，是还在生茵茵的气吗？那茵茵今日便当众给姐姐赔个罪，往后姐姐可切莫再因这种小事和茵茵闹脾气了。茵茵敬姐姐一杯，给姐姐赔罪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酒只怕是被动了手脚。妹妹，这是哪里话？咱们姐妹谁嫁东宫，不都是侯府的荣耀？我犯得着跟你置气？姐姐竟还是不愿原谅我吗？也对，毕竟是我抢了姐姐太子妃的位置，姐姐生气也是应该的。你技不如人，输了太子妃之位就该识趣。茵茵耐着性子给你赔罪，以示给你面子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好了，都是自家姐妹，闹成这样像什么话？
昭义，你是侯府嫡女，该识大体。喝了这杯酒，姐妹和好，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。昭义，你觉得呢？看来这酒是不喝不行了。既是皇后娘娘的意思，那臣女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怪我，竟想着给姐姐赔罪，忘了姐姐不胜酒力了，这可怎么是好？昭义醉了，快扶她到偏殿休息，去熬碗醒酒汤给昭义送去。是娘娘。姐姐，你就好好睡一觉吧，等你醒来就什么都晚了。堂堂东宫之主，竟给我下这种药，真是下作。平南将军顾燕慈，我的青梅竹马，也是我的未来夫。这么晚赶来，可是侯府出了事？皇后刚传下口谕，3日后重办选妃宴，还点名侯府所有适龄女子入宫。太子妃已经定下，他却又办选妃宴，这是还没有放弃昭义。东宫看中的从来不是我的女儿，而是我手中的兵权。燕慈与昭义自幼相识，两家也知根知底。我今日来，只问你一句：顾家可愿迎娶昭义，让她以正妻之礼嫁入顾家？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昭义自己的意思？昭义已明确告诉我，她绝不会嫁入东宫，更不会与宋兰英共侍一府。这门婚事，顾家求之不得。可选妃宴就在3日之后，仅凭我们两家口头商定，拦不住皇后，那便不给他们留下反悔的机会。来人，传信回府，立刻请点聘礼，备好婚书。今夜便将聘礼送进定远侯府，一刻也不许耽搁。是。聘礼今夜入府，婚约便算正式定下。明日一早，我便让燕慈入宫求旨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昭义是顾家明媒正娶的儿婿，绝不是什么东宫平妻。好，都稳当些！将军有令，所有聘礼今夜必须全部送入侯府，一箱也不能少。顾燕慈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手里还拎着太子。阿姨，你还好吗？这是昨夜吃酒，正巧听见他们要害你，便顺路进宫看看。哼，堂堂太子竟用下作手段强抢臣妻，也不嫌丢人。今后我来做你的靠山。娘娘，定是老奴看走了眼。宋大小姐可是定远侯嫡女，家规森严，怎会做出秽乱宫闱的丑事？是与不是，本宫亲自去看看，自见分晓。母后，儿臣知错，但儿臣与昭义也是两情相悦，又吃多了酒，一时之间情难自禁才会。混账！你心悦他，大可去找皇上求一道圣旨，何至于这般？事已至此，便叫昭义7日后与宋兰英同入东宫，做个平妻吧。她们姐妹俩互相扶持，也是一桩美事。慢着，臣女倒是不知，臣女何时与太子两情相悦了？臣女与殿下无冤无仇，殿下何故要污蔑臣女清白？你在这儿，那床上，你怎么会在孤床上？
是宋昭义，是他给我和殿下下药，我们才会做出此等丑事来。娘娘，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茵茵被陷害没什么，可殿下身份尊贵，这般行径将皇室威严置于何处啊？若不是你，你为何不在偏殿中？自是偶遇本将军，同本将军叙旧去。臣顾燕慈见过皇后娘娘。臣奉旨回京述职，正巧在御花园遇上宋大小姐，便陪她在凉亭坐了一会儿，不料竟被卷入这番风波。殿下，这次臣便当殿下是吃醉了酒，不以计较。下次苟同被发现，可别再叫臣未婚妻的名字了，不然臣只好告到皇上那儿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未婚妻？你怎么会是他的未婚妻？太子殿下，你失礼了。宋家有训，宋氏嫡女绝不做妾，太子给不起正妻的位分，臣给得起。往后还望殿下莫要再纠缠臣的未婚妻。臣未婚妻身体不适，臣先行告退。宋昭义，故意许了你平妻之位，你怎能如此贪心？殿下莫急，姐姐那般爱你，怎舍得嫁与旁人？许是在演戏，故意气你。宋兰英在选妃宴上闹了笑话，被降为太子侧妃，但太子信了她的话。备婚的7天时间里，他竟真没来纠缠我。宋昭义，既然你始终放不下姑，姑也愿再给你一个机会。姑可以将太子妃之位留给你，但你入府之后得事事听茵茵的，便是掌家之权，也该交由茵茵。殿下，您娶的是侯府庶女，我嫡女的婚事不劳您操心。好一个定远侯府！你真以为姑非你不娶吗？姑倒要看看，姑不娶你回东宫，你如何收场？母亲，同为定远侯府的女儿，为何女儿的嫁妆仅有8台？您答应女儿的头面，为何变成了一套普通的头面？姑早说了，你该将这套头面赠与婴儿，当做赔礼。宋昭义，你明知道姑与婴儿是青梅竹马，怎么就不能懂事点？你到底有没有将姑这个太子放在眼里？殿下若是执意要抢，妾身绝不阻拦。但婚礼以后，妾身便要进宫向太后言明经过。若殿下觉得太后不会怪罪，便去取吧。8台嫁妆，1套头面，已是我看在多年情分上做出的让步。你既要闹，那今日便将事情始末都说清楚吧。你本就不是侯府血脉，而是被刁奴调换的假千金。这是你亲生父母的遗物及悔过书。这是盖了官印的收养契约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你们在胡说！你们分明是偏心姐姐，又不想落人话柄，才故意给我编造出这么个身份。夫人所言不虚，以上种种在户部均有备案，盖印为证。这不可能！殿下，您相信茵茵？茵茵真的是侯府小姐？姑本是想借宋兰英去成定远侯的事，可如今她和侯府没了关系，还欠下一屁股债，姑娶回家有什么用？原来殿下喜欢茵茵的前提是茵茵是定远侯府的女儿。原来殿下也同他们一样，从来都没看得起茵茵过。那茵茵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姑心疼茵茵都来不及，又怎会嫌弃茵茵？真的？你只管安心嫁入东宫，剩下的姑替你担着。宋昭义，这是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若是再拿乔，那你这身朱红嫁衣可就白穿了。姑不是非你不可，
事到如今，他竟还在威胁我，他竟还以为我这一身朱红嫁衣是为他而穿。太子好意，臣女心领了，但臣女的夫君还未到，臣女不能离开。好，好得很。等定远侯府沦为全京城的笑柄，你可别哭着来求姑娶你。来人，去侯府问问宋昭义这会儿知错了没有？若是知道错了，让他连夜来东宫请罪，姑还可以给他一次机会。殿下，宋大小姐她已经成婚了呀！你说什么？姑都没娶她，她怎么能成婚？她又能和谁成婚？殿下，您忘了吗？今日也是宋大小姐和平南将军成婚的日子，这会儿他们恐怕已经要洞房了。是。接茵茵回宫的路上，我还看到了一身婚服的顾燕慈。宋昭义没说谎，他今天是在等顾燕慈。你不是说他们成婚只是欲擒故纵，演戏给姑看的吗？殿下，茵茵也没想到姐姐会真的嫁给顾燕慈，嫣儿不是故意的，嫣儿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在姑面前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今后你好自为之吧。殿下，今夜是您和茵茵的洞房花烛夜，您走了，要别人怎么看茵茵？茵茵往后还怎么做人？你还有脸求姑留下？你知不知道，姑不仅失去了定远侯的兵权，还失去了他那套头面代表的免死金牌，这些都是因为你。不是的，殿下。要不是你说他只是演戏，姑岂会眼睁睁看着她嫁给别人？来人，备马！姑要去顾府抢人。殿下，平南将军今夜大喜，您不能这样闯进去啊！姑管他大喜不大喜，宋昭义是姑的人，谁准他娶了？驾！开门！给姑开门！夫人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歇下了。殿下，您不能进去！殿下，滚开！顾燕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动姑的女人！你的？可圣旨上写的怎么是我的名字呢？你竟真为了他去求了圣旨！顾燕慈，你给姑等着！宋昭义，我们可是青梅竹马呀，你怎能对姑如此心狠？小时候明明说过要嫁给姑的，怎么突然就反悔了呢？你明明说过，你长大了要给姑当太子妃，要姑生一堆小世子，你都忘了吗？怎么就只剩姑一个人记得了呢？昭义，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姑把她休了，太子妃的位置，不，皇后之位，姑只给你。咱回去吧。站住！来人，给姑抓住他！自姑认识宋兰英起，她的投壶准头就惨不忍睹。10箭能中1箭已经是烧高香，6箭全空才是她的常态。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人，竟在中秋宴那天投壶连中6箭。说，你和宋兰英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在这鬼鬼祟祟的？小的是宋侧妃的陪嫁下人，侧妃让小的把这些箭拿去烧了，说留着是祸害。去查，给姑查清楚，宋兰英那日到底为什么会连中6箭？是。快，动作快点，给我仔细的找。殿下，查明了，侧妃娘娘的剑壶底沾了磁石，羽箭剑尖涂了粘胶，所以才能连中6箭，箭箭入壶。好，
还有他同您说，在定远侯府饱受欺凌的事情，也是假的。定远侯夫妻待她同宋大小姐一样好，虽是庶女，吃穿用度却同宋大小姐相差无几。误以为他性子软弱，天真懂事，事事由着他，不想他竟是在骗姑。他从头到尾都在骗姑。姑因为他亲手把宋昭义推给了顾衍慈，姑因为他丢了定远侯的兵权，姑因为他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茵茵就知道殿下心中是有茵茵的。都是因为你投壶作弊，抢了昭义太子妃的位置，她才会嫁给旁人。殿下在说什么？茵儿听不懂啊！是不是姐姐同殿下说了什么？可是茵儿6剑全中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殿下您也是亲眼所见的。你还有脸说？用磁石涂胶换来的6剑全中很光荣吗？宋兰英，你害姑害得好惨啊！不是的，殿下，茵茵知错了，可那也是因为茵儿太爱您了。茵茵只是想和您长相厮往而已。你爱姑，便要插手姑的婚事，毁了姑的前程吗？宋兰英，你真恶心！殿下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您啊！您不能杀我！殿下，您不能杀茵茵，茵茵肚子里已经有了您的骨肉。好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姑留你一条命。来人，将他拖下去，褫夺太子妃之位，给姑关起来。听说了吗？昨夜东宫出大丑闻了，那个宋兰依竟是刁奴的女儿，连她太子妃的位置也是靠使手段得来的。那杀了吗？最后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留了一条命，不过已经彻底失宠了。本宫早就说过，那宋兰依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偏要护着，偏要娶，谁劝都不中用。中秋宴那日，本宫使眼色使得眼睛都快抽筋了，她偏就跟个瞎子一样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现在宋昭义成了旁人的妻子，定远侯府的兵权也归旁人了，他倒知道后悔了，有什么用？夫人，现在外面都在传太子殿下震怒，宋兰依已经彻底失宠了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前世太子和宋兰依那样情深意笃，可我只是引着他发现真相，他便喊打喊杀，他们的感情可真是一点都经不起考验啊！该走下一步了。前世我确实为后代忧虑过，但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你。你不知道，我曾偷偷找太医为你探查过身体，太医给出的诊断是肾脏亏虚，精气枯竭，难有子嗣。怕你难过，从没告诉过你，却不想换来的，竟是你赐我的一碗毒药。如今宋兰英竟这么早就怀孕了。宋兰英，你的孩子生得下来吗？太子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快传太医！太子怎么样了？回禀娘娘，殿下只是连日劳累，肝火郁结，休息一段时日便能痊愈。只是什么？殿下肾脏区虚，精气枯竭，怕是此生都难有子嗣。你说什么？剑之可是当朝太子，若是此生子嗣艰难，背后又没了定远侯的支持，他这太子之位还坐得稳吗？这不可能！茵茵已经怀上了姑的孩子，姑怎么可能子嗣艰难？你是不是诊错了？你再诊，给姑重新诊。殿下，老臣已项上人头担保，殿下的脉象绝不可能有子嗣。胡说！太医不可能骗姑，
但宋兰英语意少骗，她肚子孩子真的是姑的吗？来人，去把宋兰英给姑带过来。殿下，您终于肯见茵茵了。嫣儿还以为您不要茵茵了。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殿下，您怎么能这样问？嫣儿怀的当然是您的骨肉啊！茵茵清清白白，只有殿下一个人。清清白白，太医说姑此生子嗣无望。你告诉姑，你怎么怀上姑的孩子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误诊。殿下正值壮年，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太医弄错了。你这个庸医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污蔑我不要紧，你竟敢诅咒殿下无后，你该当何罪？殿下的脉象，肾经枯竭，精气大损，绝非一日之寒。你闭嘴！殿下，您信茵茵，茵茵真的没有骗您，这个孩子就是您的。骗姑的事还少吗？你以为姑还会再信你吗？说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野种？是，孩子不是殿下，可茵茵也是没办法了。茵茵这么爱殿下，却还是被降为侧妃，只有怀上孩子，茵茵才能在东宫站稳脚跟。茵茵有什么错？你，这竟就是你背叛姑的理由？茵茵做这些，哪一件不是为了留在您身边？如果没有爱，谁会冒着杀头的风险去骗人？谁会甘愿被人骂？茵茵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只要能跟您在一起。茵茵只是太怕失去您了。殿下，您原谅茵茵这一次好不好？茵茵以后一定乖乖听话，再也不骗您了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杖毙。殿下且慢，茵茵还有一个办法能让殿下坐稳太子之位的。晏慈，裴敬之没杀宋兰英，他将宋兰英关进地牢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皇后下了封口令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？就好像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会发生一样。还是意外的。宋兰英绿了他，还怀上了别人的孩子，他却还留着他的命，这气度可不是谁都有的。那你知道裴建之最近在暗中接触北疆的人吗？知道，他要在宫中生变。你确定？裴敬之若敢接触北疆，就说明他已经无路可退。下一步，他会暗中召人入朝。证据在哪儿？城西别院东厢暗阁有密信，东宫旧库房西墙夹层有旧部名册。还有呢？边地旧印在皇后宫中。等等，不能由你出面。为何？你是我的夫君，裴敬之可以说你构陷，这件事必须由我父亲呈到皇上面前。回定远侯府。城西别院东宫旧库房，宫外经手人去查。那枚旧印送去了哪里？宫中后宫库房。将军，名册去定远侯府。天亮前交给父亲。裴敬之，这哪里对你不好？你竟想着借外部势力行大逆之事！父皇，对，诬陷，一定是有人诬陷我。父皇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！你太让朕失望了。即日起，废太子裴敬之，幽禁宗人府，永世不得出。父皇，您再给儿臣一次机会吧，儿臣也是一时糊涂，受了那宋兰英的蛊惑，儿臣是无辜的。无辜？宋兰英能逼你藏下暗线人手，能逼你接触北疆？裴敬之，你当朕是傻子吗？带下去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不，我不吃这饭，我不吃。我是太子妃，你们都要跪在我脚下。昭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宋昭义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姑不在意你是否嫁过人，姑也不要皇位了，姑只要你。宗人府来消息了。裴敬之。他说想见你一面。不见。
不恨了？不值得。我的日子该留给你们。往后我和孩子陪你。好。